大家好，我是蔡志玲，欢迎来到健康之道频道。今天聊一个应景话题，过年去银行存钱，哪些话绝对不能随便说。很多长辈领了年终，收了红包，习惯先去银行存起来，觉得安心，但柜台前短短几句对话，可能就影响你这笔钱的未来。说错话，利息可能少一半；再说错，定期存款或许就变成要缴10几年的保单。这不是危言耸听，是许多人用教训换来的提醒。过年存钱图的是吉利与安稳，老一辈攒的是养老本，是急难时的靠山。但银行虽是安全保管的地方，同时也是有业绩压力的机构。行员、理财专员身上都背着保险、基金、理财产品的销售目标，他们的立场和存款人不同。我们要的是安全、好利息、能灵活动用，他们则需要达成业绩。因此，存钱时有3句话像魔咒，一出口就容易让自己被动。柜台后笑容可掬的专员，可能瞬间转为推销高手。他们不是坏人，但双方目标往往是2条平行线。如果你觉得这个话题对你有用，请订阅健康之道。我们不只谈身体健康，也关心你的财富健康。也欢迎到留言区分享你的经验，是否听过让人困惑的专业术语，或办过后来后悔的业务。集合大家的经验，就是最宝贵的防身知识。好，现在志玲直接进入重点，讲第一句你绝对不能讲的话。这句话特别容易出现在2种人身上，一种是真的很善良、很信任专业的长辈，另一种是怕麻烦、觉得金融很复杂的年轻人。场景通常是这样的，你拿着年终奖金或一包现金走进银行，一位穿着西装或套装，看起来非常体面、专业的行员主动过来招呼你。他态度热络，端茶递水，问你今天要办什么业务。你心里一暖，觉得这间银行服务真好，就很诚恳地对他说，专员你好，我这边有一笔钱，暂时用不到，但我也不是很懂理财，你是专业的，可以帮我规划一下吗？看看怎么存比较划算。各位乡亲，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非常客气，非常尊重专业？但志玲要用30年经验告诉你，在金融行业里，这句话被内部戏称为肥羊开场白。当你主动说出我不懂，你帮我规划这几个字的时候，你已经在心理上把主动权交出去了。你等于明确告诉对方，我是金融小白，我对产品不了解，我需要你引导。这个时候站在你面前的很可能已经不是一般的柜台经办，而是理财专员或客户经理。他们的收入结构底薪只是基本，真正的大头是销售金融产品的佣金和奖金。银行每个月、每季都会考核他们，保险卖了几张，基金销售额多少，理财产品达成了多少。所以，当你把规划权交给他们，他们脑袋里第一个闪过的，绝对不会是帮客户找利息最高的定期存款，因为定期存款对银行来说利润薄，对他们的业绩奖金贡献几乎为零。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绝对是那些佣金比例最高的产品。接着你会看到他从抽屉或柜子里拿出印刷精美、带着闪亮金边的宣传 DME， 指着上面一个特别放大的数字，跟你说，蔡先生、蔡太太，你看哦，现在银行1年定存利率才 1.6% 左右，低得可怜，根本追不上物价上涨。我们银行刚好推出一档新春优惠储蓄专案，它也是存钱的概念，但比普通定存划算太多了，预期年化报酬率有机会达到 4% 到 5%。 你只要每年过年存一笔进来，连续存6年，从第7年开始，每年都可以领回一笔钱，可以领到老，还有额外的分红哦。听到 4% 到 5%， 比定存高2-3倍，很多人的耳朵立刻就竖起来了。再听到储蓄2个字，心里就想，哦，也是存钱吗？好像差不多。脑袋一热，可能就签字了。但魔鬼藏在细节里，专员通常会轻描淡写的带过，或者用很快的语速含糊提及，这其实是一张储蓄险或者投资型保单，它的本质是保险，根本不是存款。这3个字的差别，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存款受存款保险保障，300万以内绝对安全，随时可以解约，顶多损失一点点利息。但保险产品一旦买了，你的钱就掉进一个流动性黑洞。什么叫流动性黑洞？就是你的钱会被卡死在一个很长很长的合约里，短则6年，长则10年、20年。在这段期间，如果你家里突然有急用，可能是子女要结婚买房，
可能是自己或家人生病需要医疗费，你想动用这笔钱，对不起，唯一的办法就是提前解约。而保险提前解约，尤其是在前几年，通常意味着本金都会亏损。你可能存了10万块进去，急用时要拿出来，只能拿回8万、7万，之前缴的利息统统没有，还倒亏本金。你想想看，我们存钱的初衷是什么？是为了安全，为了应急。结果这个产品既不安全，可能亏本，又不能应急前被锁死，那我们买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所以志玲在这里教大家一个铁律，一定要记在心底，储蓄、投资、保险是3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目的完全不同。储蓄追求的是安全性和流动性，要安全，要随时能拿出来。保险追求的是保障和风险转移，比如寿险、医疗险，是用小钱防范大风险。投资追求的是资产成长，但要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银行专员推销的那种储蓄险，硬是把储蓄和保险混在一起，结果往往两头不到岸，保障额度很低，储蓄回报也不如预期，还牺牲了最重要的流动性。承担最大风险的人，反而是我们储户自己。那我们该怎么说才对？我们要做一个清醒的主动者，走进银行，不要让对方主导话题，你要直接、精准地抛出你的需求。你可以这样说：专员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贵银行现在1年期、2年期、3年期的定期存款排告利率分别是多少？你一开口就讲出排告利率这个专业名词，对方马上就知道你是有做功课的。接着你再问的2句，另外我想了解一下，近期有没有针对新资金的存款优惠利率，就是比排告利率更高的那种专案？你这样问，就把对话牢牢锁定在存款这个安全范围内，他就算想推销别的产品，也很难找到切入点了。接下来志玲讲第2句绝对不能讲的话，这句话听起来超级方便，也超级省事，害很多怕麻烦的上班族和长辈中招。通常发生在2种情境，一是你的定期存款快要到期了，银行打电话或发简讯通知你；二是你去银行柜台办理新定存的时候，行员会很贴心、很殷勤地问你，蔡先生，这笔定期存款到期后，要不要直接帮你设定自动转存？这样你就不用再跑一趟，也不用自己操作，很方便哦。很多人一听，觉得这服务真是太贴心了，连忙说，好啊好啊，就帮我设自动转存，省得我麻烦。朋友们，志玲必须说，这个世界上很多免费的方便背后都有隐形的代价。你贪图这个方便，代价很可能就是原本可以拿到手的更高利息，白白送给了银行。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银行的自动转存系统预设都是按照转存当天银行挂在墙上的基准排告利率来计算下一期的利息，而这个排告利率通常是银行所有存款利率中最低的一档。银行为了吸引新客户或者留住大额资金，经常会推出一些短期的优惠存款专案，这些专案的利率都会比排告利率高上一截。举个例子，银行标准1年期定存排告利率可能是 1.5%， 但刚好碰上农历新年，银行推出新春旺财专案，新资金存1年期可以给到 1.8%， 这中间就差了 0.3%。你可能觉得 0.3% 没什么，但志玲帮你算一笔账，如果你存的是50万台币，一年差 0.3% 就是1500块钱，这1500块本来就是你的钱，就因为你说了句自动转存，它就进了银行的口袋，你甘心吗？更重要的是，现在的金融环境变化很快，很多数位银行就是没有实体分行的网络银行，因为营运成本低，常常推出活期存款就有 1.8%、2.0% 的高利率，你的钱被自动转存成 1.5% 的定存，别人的活期存款利率都比你高，而且钱还能随时领出来。如果你傻傻的让银行自动续存，就完全错过了把钱搬到更高利率账户的机会，这简直就是一种懒人税。那最聪明的做法是什么？是善用科技工具，做自己财富的主动管理者。你可以在手机的日历或备忘录里设定一个提醒，比如你的定存是6月15号到期，那就在6月1号设一个提醒，检查定存到期利率，到期前1周，花个10分钟，上网查查你这间银行最近有没有更好的优惠利率，或者看看其他数位银行有没有吸引人的活存方案。你甚至可以主动去银行，这样问专员，你好，
我有一笔定存下礼拜到期，如果让它自动转存，利率是多少？如果我把它全部领出来，当作新资金重新存进去，又能适用什么利率？你一问出这个问题，专员立刻明白你是懂行的人，他就会老老实实的把最好的方案端出来给你选。所以记住志玲说的第2点，不要轻易说好，自动转存，你的财富，你要自己紧盯，主动出击。紧接着，志玲要讲的3句，我们常常脱口而出，但会暴露自己理财盲点的话。这句话通常发生在我们手上有一笔钱，暂时用不到，但又不确定未来什么时候会需要用。我们可能会很老实的跟银行人员说，这笔钱我也不确定什么时候要用，可能随时会动到，所以就先放活期存款好了。这个想法背后是担心钱被绑住，失去弹性的恐惧。志玲必须说，这个保留弹性的想法完全正确。我们每个人手边都应该保留一笔紧急预备金，用来应付突发状况，这是理财的第一课。但是，如果把所有暂时不用的闲钱统统丢在普通活期存款账户里，那就是最笨、最不划算的做法了。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现在的金融环境下，普通活期存款的利率低到几乎等于0，很多银行只有 0.1%、0.2%，甚至更低。钱放在普通活期账户里，不只是赚不到利息，它连通货膨胀都跑不赢。什么是通货膨胀？志玲用大白话讲，就是钱越来越薄，越来越不值钱。今年你口袋里的100块钱可以买100颗鸡蛋，明年同样的100块钱可能只能买到95颗鸡蛋了。你的钱数字上没有变少，但它能换到的东西变少了，这就是购买力在偷偷缩水。你把钱放在活期账户里睡觉，就等于每天眼睁睁看着它的实际价值在一点一滴的蒸发，那该怎么办呢？难道为了高利息，全部存成不能动的定期存款吗？万一急用怎么办？当然不是。志玲教你一个非常好用、非常聪明的招式，叫做分批定存法，也有人叫拆单存款法。这个方法能让你既享受到定存的较高利息，又能保持资金的灵活弹性。具体怎么做？超级简单。举个例子，你手上有30万闲钱，不要一口气全部存成一张30万的定存单，你把它拆成3笔，每笔10万，然后第一笔10万存1年期定存，第2笔10万存2年期定存，第3笔10万存3年期定存。这样操作之后会产生什么效果？从明年开始，你每年都会有一笔10万块的定存到期。如果那一年你平安无事，不需要用这笔钱，你就把到期的10万块再继续转存成3年期定存，如此循环下去。几年之后，你所有的定存都会变成利率最高的3年期。但因为你巧妙地错开了到期时间，所以你每年都有一笔钱到期可用，保留了最大的弹性。万一哪一年你真的急需用钱，你只需要动用当年到期的那笔10万块，其他的定存完全不受影响，利息也统统保住。这招是不是很聪明？当然啦，对于那种流动性要求最高，真正随时可能动用的紧急预备金，志玲建议至少要准备3到6个月的生活费。这笔钱我也不建议放在普通活期账户，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研究一下市面上那些新兴的高利活储数位账户。就像前面提到的，这些网络银行没有实体分行的成本，为了抢客户，他们在活期存款利率上给的特别大方，很多都有 1.5%、1.8%， 甚至 2.0% 以上的活存利率，比很多银行的1年期定存利率还要高。你把紧急预备金放在这种账户里，既能享受比定存还高的利息，又完全是活期性质，随时可以提领、转账，而且常常提供每月多少次免费跨行转账，这才是存放紧急预备金的完美地方。所以记住志玲说的第3点，不要跟银行说全部放活期，善用分批定存法来安排你的中长期闲钱，用高利数位账户来安置你的紧急预备金，让你的每一分钱都变得聪明，都在为你工作，而不是躺在那里缩水。今天志玲详细剖析了去银行存钱时绝不要随便说出口的3句话，简单回顾重点。第一，永远别说我不懂，你帮我规划，这会让您失去主动权，成为推销目标，请主动提问，锁定定期存款与优惠利率。第二，不要轻易答应自动转存，以免错过争取更高利息的机会。记住到期日，
主动比较并争取更好方案。第三，不要因为担心用钱就说全部放活期，通货膨胀会悄悄侵蚀本金。学会利用分批定存和高利率数位账户，在安全的前提下赚取更好回报。说到底，志霖最想分享的核心原则是，对自己的钱，您必须负起全部责任，不要怕麻烦或不好意思，多问、多查、多比较10分钟，您就不会成为信息弱势的一方。在银行花的每一分钟，未来都可能变成更多利息进入口袋。银行是商业机构，以盈利为首要目标，我们要做聪明、清醒的储户，而非待宰的羔羊。只有真正懂得规则，才能在这个复杂金融世界里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心血。如果今天的分享对您的理财观念有帮助，如果您觉得我讲得清楚、诚恳，拜托帮我按赞，把影片分享出去，特别是给您身边常去银行却不熟悉操作的父母长辈，您的一个分享就可能帮他们守住一大笔辛苦钱。也别忘了订阅健康之道频道，一起追求身体与财富的双重健康。志霖在留言区等待大家的故事与经验，我们下次见。